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路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好玩的动漫，名字叫做理科生坠入情网，故尝试证明。虎符这样才是真正的恋爱，没有这样的心思，便称不上是喜欢。虎符描绘出来的幻象，终究还是被吉田学姐打破了。吉田学姐拿着游戏盘冒了出来，作为虎符的青梅竹马，吉田学姐化身为小恶魔，毫不留情地说出了真相。原来虎符是个资深的宅男理科生，幻想着各种二次元，游戏里的角色是自己的女友，甚至为其花费了22万余日元。虎符一直羞于说出这一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兰香和吉田学姐长得还是挺像的。为了采集数据的雪村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，毫不在意虎符的女友是不是人，继续的询问其他的数据，甚至分析起来二次元美少女和偶像之间的共同点，一样的身材好，并且可爱傲娇。以上种种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虎符与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，他和二次元美少女恋爱就如同普通人迷恋偶像一样，可以作为实验数据。果然理科生的脑洞比较大呀，这一完全肯定虎符的主张，卸下了他心中的巨石，一下子让虎符焕然新生。另一边冰室可就不这样想了，他深深陷入与虎符的差距之中。如果虎符的喜欢接近一般的条件下，冰室相差太远了，甚至觉得自己并不是喜欢雪村，这一点让雪村可紧张起来。雪村立马推翻了他的结论，只为安慰冰室受伤的心。果然是双标啊，双标。经过这一次的打击，冰室也有些消沉，向小周说出了过往。原来小时候的冰室不注重自己的外表，整天研究观察着自己喜欢的生物，经常被同学欺负孤立。那时候的冰室敏感又脆弱，直到有一个男孩的出现，他们的处境一样，兴趣相同，都立志钻研理科。小男孩并不在意同学的找茬，鼓励冰室保持冷静，理性的对待进行处理，坚持做自己。虽然不知道小男孩的姓名，但是他成为了冰室心中抹无法消失的光。像他那样时刻保持知性、逻辑性，也使冰室堂堂正正的成为了理科生。偷听到这一切的雪村醋意十足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个小男孩就是雪村自己小的时候。在冰室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两个人再一次相遇，又一次喜欢上了雪村。小周看不下去了，结束了二人的争论。两个人的研究没有进展，因为他们没有做平常的事情，让他们两个人从最基本的约会开始。对于约会这件事情，冰室也心动得很。既然要决定去游乐园，那么作为理科生，当然要定制出来最佳的约会路线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多次的约会实验。冰室和雪村找到了合适的路线，但是吉田学姐的路线更短，更胜一筹。一切准备完毕，下一步就该雪村好好邀请一下冰室进行约会了。雪村深情的邀约，冰室幸福满满的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两人分毫不差的来到了约定地点，利用手机软件记录各种指数，其中包括心跳加速的次数、感到快乐的次数、安心的次数、烦闷的次数以及腻歪在一起的次数。小周和虎符负责观察和记录，协助约会实验进行。但是有谁约会会穿白大褂呢？是疑神出诊呢？被小周大声呵斥去商店买衣服。雪村倒是很快，17分钟后便买好回到了约定地点。雪村等得有点不耐烦，担心会影响后面的计划，不知道要不要记录到烦闷这一项里面。正在打算计数时，冰室换完衣服回来了，直接长腿黑丝小短裙惊艳了雪村。一颗小鹿撞心，手指疯狂地摁计数器，心跳加速。之后冰室邀请雪村一起去买鞋子。一般人买鞋是哪个顺眼就买哪个，但他们却不是这样，利用各种参数，一大堆的公式，总之怎么复杂怎么来。买完鞋子后，下一项是冰室给雪村喂食，雪村一口吃下，直接冒冷汗。接下来就是牵手了，雪村临时退缩，不敢与冰室牵手离开，说要终止实验。这可气得冰室直接付账走人了。另一边，渣男约会10分钟就撞见了正派女友，让两个女生打得灰头土脸，还被朋友们一顿嘲讽。为了找回面子，他要去寻找下一个目标，正巧碰到了正在生气的冰室。冰室冰冷的气质立刻吸引了渣男，渣男立刻跑去搭讪，却被冰室拒绝，并且利用数据来证明他来者不善。恼羞成怒的渣男直接抓住冰室的手腕，想要强行的拉走冰室。
这可让跟在冰室身后的雪村十分的不爽，抢过冰室的手腕就开始与这个类人猿理论，冰室的优点缺点都没有详细的了解过，心跳、体温以及各种生命系数都没有测试过的类人猿凭什么说喜欢？雪村没有时间搭理放弃思考的动物，拉着冰室的手直接就走了。雪村的英雄救美，冰室真的是被他帅到了。跟在两人后的小尾巴详细的记录了这一切。转眼两人来到了游乐园，开始了浪漫的约会。但是你见过有人坐旋转木马要计算角度的吗？坐过山车时要研究过山车的工作原理，因为分担重量与质量的牵手吗？不知不觉两个人又穿上了白大褂，这到底是什么操作？本来是恐怖的鬼屋，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科学无神论，搞得像进了他们的理科实验室一样。各种紧张刺激的游戏之后，是万众期待的摩天轮环节。小周和虎符不禁感叹道，计划终于要完成了。原计划是在夕阳西下的摩天轮中制造浪漫的气氛，并且反映在行为上。两个人关于如何制造浪漫气氛上迷茫了，还是小周了解他们，能制造出来浪漫气氛就奇怪了。雪村有备而来，在冰室买衣服的时候，根据各种参数给冰室挑选了一对耳环。果然有理论依据的扶持，礼物选对了，冰室很喜欢。没有恋爱经验的雪村一直在为冰室今天是否开心而担忧。冰室知道唯有拿出数字才能让雪村安心。冰室今天的开心次数和玩具的次数一共是1925次，呈指数爆炸性增长。第一天的约会实验已经结束了。小周很是好奇，有浪漫起来吗？冰室则是坏坏的一笑，只字不提。回到研究室这边，理科研究生们表情正严肃地围坐在会议桌前，齐聚一堂的他们准备迎接2周一次的会议日。这群理科生的老师终于登场了，老师看似很温柔，但是却有点不靠谱。在开会之前却因为睡着了而迟到，长篇大论不止工作期间，还需要季田学姐的辅助。在听取研究汇报进展时，轮到虎符，他却以陪伴2次元女朋友为理由，表示自己的课题一个字都没有看。老师气得瞬间绿巨人附身，肌肉膨胀，教训着虎符。平日嚣张的虎符惨叫连连。池田老师果然是文韬武略，出类拔萃。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就是雪村了，很期待雪村之前那个多项式时间归类课题的研究成果。但当老师看到了充满狗粮的 PPT 时，老师的脸差点掉了下来。PPT 反映了雪村与冰室在前2天两个人约会的实验数据。未经同意，雪村重新开启了一个恋爱的课题。冰室详细的向老师讲述了对雪村的实验结果，但是由于太过详细的描述了雪村吃醋于渣男的事情，这让雪村恼羞成怒，更加精彩的呈现了冰室在摩天轮上的娇羞，大口的狗粮塞进了众人的嘴里。我是一路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部分见。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